明天每人从家里带5毛钱来，听见没有？没有钱不行，没有我怎么买票呀？我怎么去城里呀？把兜里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我没有兜。书包里的、文具盒里的都拿出来。这个13岁的代课老师刚上任就管学生要钱，只为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他不会讲课，没学过表演，可他却用最真实的演技让电影成功入围戛纳、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她就是最接地气的谋女郎魏敏芝。故事的背景设定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水泉村，一个偏远贫瘠的山村。这里的水泉小学只有28名学生，唯一的高老师因为母亲病重，需要临时离开1个月。村长翻遍全村也找不到愿意来代课的人，毕竟没人愿意来这穷山僻壤，领着微薄的报酬教一群调皮的孩子。最终，村长只能找来刚小学毕业的魏敏芝，一个身高还没长抬高，脸上带着稚气的13岁女孩。高老师起初满心不满，可看着村长无奈的神情，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他把28个学生的名字郑重地交给魏敏芝，反复叮嘱：魏敏芝，回去要好好看学生啊！我这班学生已经流动10几个了，再也不能少了，听见没有？随后，高老师从粉笔盒里小心翼翼地数出20根粉笔，语重心长地说：咱们这儿缺没有粉笔，来你数数。26天，我一天给你1根粉笔。1根粉笔抄1棵树，这个字啊不要写特小了啊，写特小孩子看不清，影响他眼；也不要特大了，这个特大喽，浪费粉笔，你这1根粉笔可就不够了。此时的魏敏芝根本不懂教书育人的意义，她答应代课的唯一目的就是拿到那50元的报酬。他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只能照搬高老师的方法，把课文抄在黑板上，让学生们自己抄写，而他则守在教室门口，牢牢看着，不让一个学生逃学。孩子们起初根本不把这个小老师放在眼里，课堂上起哄捣乱，可魏敏芝有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执念，学生想逃学，他偏不让；学生不服从，他就硬刚。这种近乎笨拙的坚守成了他最初的教学方式。影片的第一个重要转折发生在明星红被选中去县里当运动员这件事上。县里的选拔人员看中了明星红的跑步天赋，要把他带走培养。这对农村孩子来说本是跳出大山的好机会，可魏敏芝却第一时间把明星红藏了起来。他不懂什么是前途，只记得高老师那句一个都不能少的叮嘱。最终明星红还是被带走了。魏敏芝拼命追着选拔人员的车，依旧无法挽回。他坐在教室门口，第一次露出了失落的神情，也意识到自己的坚守似乎没那么容易。这个转折让魏敏芝的角色开始变得立体。魏敏芝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一个都不能少的重量，也下定决心绝不能再让任何一个学生离开。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几天后，10岁的张慧科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辍学进城打工还债。得知消息的魏敏芝没有丝毫犹豫，她带着学生们凑的零钱，踏上了进城寻找张慧科的道路。这趟旅程充满了艰辛，他先是带着学生们去砖厂搬砖挣车费，烈日下孩子们挥汗如雨，搬了1000多块砖才换来10几块钱，可这远远不够买一张去县城的车票。无奈之下，他听从学生建议，尝试混车进城，却在半路被售票员发现，只能狼狈地下车。看着远去的汽车，魏敏芝没有退缩，咬着牙决定步行赶路，直到遇到一位好心的拖拉机师傅，他才得以在第2天清晨抵达县城。初到县城的魏敏芝被这座陌生的城市吓住了。这里的街道比村里的土路宽得多，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为了拍出真实感，剧组采用了大量隐蔽拍摄的手法，将城市的冷漠与魏敏芝的执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拿着张慧科的地址四处打听，却得知张慧科早已在火车站走丢。无助的他只能来到火车站的广播台发布寻人广播，可广播毫无作用。走投无路的魏敏芝用仅剩的钱买了纸和笔，在候车大厅里一笔一画地写了100多份寻人启事。墨水用尽，他就加水继续写，自淡的几乎看不见，也不肯停下。在一位好心人的提醒下，魏敏芝得知只有找到电视台才能让更多人看到寻人信息。可他没有证件，没有介绍信，被电视台的接待员一次次驱赶，但骨子里的倔强让他不肯放弃。他守在电视台门口，见人就问：你是不是台长？你是台长吗？你是不是台长？渴了就喝自来水，饿了就找餐馆的剩饭吃，困了就睡在冰冷的大街上。这一转折是魏敏芝作为魏老师这个身份从被动坚守到主动承担的蜕变。而影片的第3个关键转折发生在电视台台长得知这件事之后。台长，门口有乡下小女孩说找您的，现在带人就问是不是台长，是不是台长，说找你1天。
晚上没回去，咱是不是又来了？当台长看到这个在寒风中坚守的女孩，被她的执着打动，决定帮她做一期专题节目。镜头前的魏敏芝紧张的说不出话，主持人让她把镜头当作张慧科，跟她说几句话。沉默了许久，魏敏芝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哽咽着说：张慧科，你跑到哪儿去了？我都找了你3天了，你都快把我急死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呀？这哭声没有丝毫表演的痕迹，是一个13岁女孩最真实的焦急与委屈。节目播出后，无数观众被这个小女孩的坚守打动。一位好心餐馆老板娘找到了张慧科，成功将她带回了学校。而社会各界也向水泉小学伸出了援手，送来的教学物资堆满了教室，孩子们终于用上了彩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最灿烂的文字。魏敏芝看着孩子们的笑脸，脸上终于露出了释然的笑容。此时的他早已忘记了那50元的报酬，老师这个身份已经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这部电影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塑造了一群真实的像就在观众身边的角色，尤其是主角魏敏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老师，她没有渊博的知识，没有温柔的性格，甚至有些固执和笨拙。但正是这份不完美，让这个角色充满了生命力。而一个都不能少，也是张艺谋对纪实风格的一次成功探索，描述小人物、小故事，通过以小见大，将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背景紧密相连。正如张艺谋所说，我希望在司空见惯中拍出一份真切和力量来。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拍摄结束后，张艺谋捐款在水泉小学旁边建立了一所水泉希望小学。后来水泉小学的师生都转移到了更宽阔敞亮的希望小学。如今距离一个都不能少上映已经过去20多年，中国的乡村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一个都不能少，这句简单的承诺却早已经成为了一种对公平、对责任、对生命的永恒追求。